你经历过这样的遭遇吗？你看到了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圆盘，而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分辨，结果呢，发现这个圆盘和普通的飞行器不太一样。第二天呢，当你兴奋地向你的朋友讲述自己发现 UFO 的经过的时候呢，并准备将这段清晰的录像上传到网络上，然后呢，突然之间3个身穿黑衣皮肤苍白的大汉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他们动作僵硬，表情木讷，甚至没有张嘴，但你能够听得出来他们在和你说话，就像是一种心灵感应一般。他们严肃地质问你昨天看到飞碟的情况，而明确了飞碟出现的时间、地点，并且让你删除掉 UFO 的一切视频和照片，并以此来要挟你不要将 UFO 的事情公之于众，否则的话呢，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有危险。这样的遭遇呢，在美国频频上演，而这种奇怪的人呢，就被称作黑衣人。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黑衣人的传说呢，起源于1947年的6月，美国的商人阿尔诺德呢，当时驾驶着自己的飞机呢，在华盛顿飞行时就发现了9个发光的东西，像大雁一样呢，排成了一排，高速飞行。因为他说这些物体呢，像是一只被扔进水里的盘子于是他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呢，叫飞碟。也就是在同年的7月呢，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罗斯威尔事件。据说尸体和飞碟的碎片呢，都被存放在了51区，而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那以后呢，飞碟热呢，在整个美国迅速蔓延开来。无数的飞碟爱好者他们的组织呢，像雨后春笋般的涌出，形成了许多的 UFO 组织。而在这些社团当中呢，最著名的一个便是艾伯特·班德所创建的国际飞碟协会了。这家协会用最先进的照相器材对 UFO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关于 UFO 的航天杂志。在1953年的7月呢，班德在该杂志上就发表了一篇短文，就说飞碟的奥秘呢，很快就会被揭开。至于他们的来历呢，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不过呢，有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消息都必须奉上面的命令加以封锁了。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的细节呢放在航天杂志上，但是呢，我们被要求保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所有对 UFO 进行研究的人一定要小心谨慎。而没过多久呢，国际飞碟社居然突然被解散了，航天杂志呢也停办。根据班德的说法呢，在他被解散之前呢，是有3名黑衣人找上门来，将他们关在了家里，让他们闭嘴。而这3名黑衣人的模样呢，则是他在1962年出版的那本 UFO 与3个黑衣人中描述的。他们都穿着同样的黑色套装，戴着同样的墨镜，没有任何的表情，看上去呢就像是神父一样。但是他们的头上呢却戴着一顶类似于红宝的帽子，而且他们的声音很沉闷，可以直接用心电感应沟通。他们在离地1尺左右的空中漂浮着。他说当时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因为有帽子的一部分遮住了他们。但是其中的3个人的眼睛忽然像手电筒里的灯泡一样发亮。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眼睛上方疼痛的几乎难以忍受，那目光仿佛是要把我的灵魂都燃烧起来一样。在1964年10月呢，英国知名的 UFO 杂志的创始人瓦维尼格范先生呢死于癌症，家里所有的 UFO 资料都不翼而飞的。同一时间，威尔金斯和弗兰克呢都是 UFO 研究员，在即将公布重大发现的时候都莫名其妙的猝死。据说呢，他们都与黑衣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是为了保住秘密而痛下杀手。从那以后呢，关于他们的传闻就越来越多了。很多 UFO 研究人员呢都说他们曾经遇到过黑衣人。那以下呢，我们说几个有名的黑衣人目击事件。第一个是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汽艇目击事件，那是在1951年。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基圭斯特呢，海军军官和水手正驾驶着一艘汽艇呢，在海面巡逻。突然，一个雪茄状的飞行器就出现在了海上，还发着一种淡淡的光。接着呢，一道淡绿色的光柱呢，从它的下腹部的位置直接射入了海底。而 UFO 出现的同时呢，海面上就浮起了大量的死鱼的尸体。随着远处的一架飞机的出现，这个奇怪的飞行物瞬间就冲入了高空消失了。当时汽艇刚好在这个基韦斯特港靠岸，就有一群身穿黑衣服的人呢，就把他们团团围住了，向他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大海上看到飞行器的问题，并且千方百计的去引导他们，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幻觉，要他们保持沉默。那这样我们是否就可以推测UFO 与大海呢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是说大海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第二个故事呢是加拿大拍到了星际侦探。加拿大的一个旅馆呢，突然之间闯入了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秃头、没有眉毛和睫毛的人。他当时就质问前台是否有一名旅馆的员工跟他提到过最近看到 UFO 的事情。好在那名员工当时并没有上班嘛。从网络上流传出来的这个监控视频显示呢，这个男人跟前台交谈了几句话之后可能是感受到了威胁，女人紧张的就打开了抽屉，拿出了一把黑色的手枪，向后退了几步，当时就希望跟他保持距离。然后他举起枪，这个男人还不为所动。他原本撑在前台上的这个左手突然抬起来之后，并平直的悬在了台子上方，随即又把手掌立了起来，落在了前台上，像是比划出来一个切菜的动作。这一系列动作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一气呵成。之后前台的女服务员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默默的就把枪和弹夹分开摆放在了桌子上，然后面对这个男人一动不动，直到男人对着左手边的柜子指了一下之后，女人马上就蹲在了他指着那个方向，并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个黑色的盒子，然后像梦游一样抱着那个盒子绕到了前台，向门外走了出去。而整个过程呢，男人几乎都没有身体上的任何动作，就静静地看着他。虽然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个黑衣人诡异的动作确实是挺可怕的。如果这段视频不是有人故意演出来的话呢，那么这个黑衣人的身份还真的是十分可疑。第三个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目击事件。那是在1961年的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呢，天空中就飘着雪花。有4个人呢，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就看见了一个明亮的飞行物停在了一块空地上。起先他们以为这个飞行物发生了故障，于是呢，就先把自己的车停在路旁，然后他们就爬过了一道篱笆，径直朝这个飞碟跑去。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们发现那个飞行物周围尽是些非地球人类的智能生物的时候他们是多吃惊。有一个类人形的智能生物就打着威胁性的手势让他们离开。而4个目击者中居然有一个人随身带了手枪，于是他拔出了枪，开了一枪。那个打手势的类人形的智能生物便应声倒下了，像是中弹受伤了一样。此刻呢，那个飞行器便立刻起飞，钻入了云天。而4个目击者也吓得拔腿就跑。第二天呢，尽管他们都知道此事但谁也没有把此事声张出去。忽然之间就有黑衣人到了他们的工作单位来找他们，并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带到了一些陌生人的跟前。而这些陌生人就要求到他们家里去。在他们家里呢，那些陌生人翻来覆去的就检查了他们那天夜里所穿的衣服，以及特别仔细的查看了他们的鞋子，然后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后来他们4个人谁也没有提起过此事如今呢仍然是一个谜。第4个事件呢是出入国务院的黑衣人。有一个男人匿名呢，称自己在华盛顿 DC 旅游的时候因为闲来无事嘛，闯入了这个国务院。就在他被警卫发现的时候要把他赶出大楼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远处的电梯门打开有5个男人从其中走了出来。其中3个男人身穿黑色西装，戴黑帽子。当时但是是盛夏大家都穿得特别轻薄所以这3个人特别显眼。当他们经过自己身边的时候呢，一个黑衣人重心不稳，还跌倒在地，手上的档案也掉落出来。他上前就扶起这个男人的时候，这个男人的腿呢好像很软弱无力，西装下面就好像叠了厚厚的很多的布。更奇怪的是这个人摔倒在地的整个过程面无表情，就像是一个假脸一样。在掉落的这个档案的旁边呢，他还看到了一枚很小很小的硬币，上面居然印的是狼人的头像，而上面的文字呢他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严重就怀疑这不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硬币。以上呢就是黑衣人事件中最为知名的案子。从中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打着政府的旗号，专门针对 UFO 目击者进行询问。为了掩盖事实呢，他们甚至威胁和恐吓目击者。他们常用那种车身漆黑、车牌极其罕见的车子。对于他们的身份呢，大家一直存在各种猜测。通常黑衣人会称自己是来自于政府部门。在1967年的2月呢，美国的空军蓝皮书计划发言人乔治·弗里曼上校呢，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有一些神秘人士穿着美国空军的制服，或者是拥有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政府干员的特征，叫 UFO 目击者闭嘴。那么这些神秘人士与空军无关，而且他们冒充空军军官与干员呢，已经违反了联邦法律。空军很想抓一个回来。虽然上校否定了黑衣人与空军有关系，但是也间接承认了他们的存在那黑衣人的主要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来地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一位黑衣人的自白信呢，居然就揭开了谜底。那是在2017年，一位纪录片的导演就收到了一位叫罗伯特·卡尔森先生的手稿，
他就拍摄成了影片。自从收到这个手稿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见过罗伯特或者是联系上他。而影片中的男人呢，是一个叫做汤姆的老男人，他是从一位好友那里得到了一本回忆录。他的这位朋友呢，是2013年被诊断出了脑癌，之后呢，这位朋友就经常找他谈心为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70年代为超级秘密政府机构工作的。汤姆当时完全不相信这个病中老人的话，他就觉得他多半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药而产生了幻觉。直到这个老人拿出了一本记载了他很多工作信息的回忆录，而这个老人呢即将面临死亡。出于道德感呢，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揭露这样一个事实。汤姆这才开始相信他所说的事情。某一天呢，他的好朋友乔突然离奇的就猝死家中，家被翻得一团糟。汤姆猜测呢，就是这个黑衣人听说了他留下了这本回忆录之后，对这个乔进行了灭口，妄图呢找到这个回忆录。好在聪明的汤姆就把它藏了起来。那么这本回忆录里到底讲了什么秘密？乔就说呢，自己是名叫约瑟夫斯宾塞，是从1970年到1997年呢，作为一名绝密特工为美国政府服务。在为中央情报局担任特工7年之后呢，他被招募进来了一项新的任务，需要在绝密行动中工作，而不能外传。而这个工作呢，就与黑色预算有关。传闻中呢，美国是有黑色预算项目存在的，内容高度机密，甚至连总统呢也被拒绝进入秘密部门内部。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被投入到没有任何监督和干涉的黑色预算项目中，他们有完全的自主权。而约瑟夫说呢，这些项目的主要的目的呢是推动军事技术的发展，其中大部分的技术呢是由军方从坠毁或者是被击落回收的外星飞船上反向设计的。但遗憾的是，公众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项目。在1970年代呢，约瑟夫被上司选中进入项目组。那这个上司呢，便是高级的黑人项目主任查德·施莱辛格。至于为什么会选他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小哥当初是寄养儿童，与现在的任何亲属没有联系，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很容易抹掉过去，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而约瑟夫就说呢，我把自己最后献给了他们，就如同牧师献给神一样。就这样呢，约瑟夫走上了成为黑衣人的道路。成为黑衣人的第一步呢，并不是穿上帅气黑色的制服与 UFO 来个亲密接触。我们都看过那种训练特工和特种兵的电影，其实第一步就是要折磨他们，强化他们的身体素质和精神。成为黑衣人也是一样的。而约瑟夫呢，当时就被注射了各种各样改变思维的药，诱导和催眠之后呢，出现了顺行性遗忘和逆行性遗忘，目的呢是让他们做2件事情：杀意和忘记。经过了长达9个月的漫长改造之后约瑟夫终于变成了一个没有情感、没有人性的黑衣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呢，他惊讶地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黑衣人都是人类，大约有2/3呢是外星的混血。他们的特点是没有眼白，给人一种空眼窝的印象，这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呢，他亲眼看到外星生命的存在。约瑟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呢，来适应与外星混血融合工作的事实。他们的队伍的比例是呢，2个外星混血加1个人类为一组。他的任务主要是处理不明飞行物目击呢和坠毁的地点。在1971年8月呢，他亲眼目睹了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北部发生的首起不明飞行物的坠落事件。当时飞船里有3个灰白色的人形生物，其中2只已经死亡，还有1只尚存，另外还有一个地球的女性被劫持。更棘手的是，在他和同事到达之前呢，已经有人先他们一步到达了现场，并拍摄下了一些照片。其中一个男子在约瑟夫的恐吓之下而交出了自己的照相机，但是另一个男子却逃跑了。于是约瑟夫接到命令要这个人永远闭嘴。所以约瑟夫就掏出了一把电棍，那是一把很高级的秘密武器。那把电棍发出的电流可以让人瞬间窒息而死，但却不会认为是谋杀，只会被认为是心脏病发作而死。后来呢，他又将外星人和 UFO 送入他们的秘密基地。黑衣人使无数的受害者变得鸦雀无声，不仅是男性、女性甚至是年轻人。在每一次工作之后呢，他们的记忆都会被重置，他们将不再会记住那些让别人沉默的场景。约瑟夫在下面的纪录片里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前所未听的信息。他说，我在这个基地的联系人呢，是一位叫做查尔斯·伦宁格的中校，他是一位外星混血的生命体。在1994年呢，160个国家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峰会上一致认为，由于地球上的资源耗尽人口数达到了失控的状态，因此必须停止增长。他们通过一份协定呢，呼吁在2030年前呢，将世界上的人口
从60亿人减至8亿人。也就是说，必须想出一个或更多种办法来消除大量的人口。在1977年3月呢，被称为凤凰之光的事件成为史上最臭名昭著的 UFO 目击事件。几英里宽的飞船明显不像是人工制造的，慢慢的悄无声息的从亚利桑那州飞过。当时1万多人，包括亚利桑那州州长呢，都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甚至呢，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每个人都认为呢，这一过程呢，就像他们看到所有的事物一样真实。之后他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大家现在都相信我们并不孤单。但是约瑟夫心里也明白他们所看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在1986年呢，约瑟夫被分配到了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附近的一处地下基地。安德鲁·加洛斯中将呢，将他推荐给了天空之光项目。紧接着他被领到了一条地下通道，走进了一间巨大的停机坪。一架隐形战机轰炸机正在上空20英尺高度盘旋，而约瑟夫一脸茫然，而加洛斯呢就望着他微微一笑，询问他是否确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呢？当时他仔细看，那竟然并不是什么飞机，不禁的大吃一惊，因为那是一张全息影像图。从1950年代开始呢，科学家就开始研究全息技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种影像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他站在那里紧盯着那架轰炸机呢，他看起来是那么的真实和坚固，以至于他可以伸手去触摸它。要是从1000尺的高度去看，那会是怎么样的呢？谁能看得出来那是假的呢？这是世界上首个大型天空光速实验，比预计要成功得多。奥森威尔斯呢，在1938年10月对美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关于世界大战的电视转播，并把它描述得十分真实，以至于大批的民众恐慌不安，受惊的民众从自己的城市中疏散出来。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整个世界都变得昏暗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宇宙飞船、战舰，甚至是星球大战的场景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伴随着硝烟，甚至是爆炸，会是什么样的混乱呢？约瑟夫就表示到了2024年呢，也许会有一场全球性的事件，这将会改变人类的未来。全世界将会看到一场大型的外星人入侵，数以千计的全息外星飞船呢将会遮蔽天空，让人类陷入恐慌之中。紧急情况下呢，真实的军机内部的影像呢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一定的程度的破坏，从而导致人类内部的混乱，进而呢就建立起一个统一世界的政府，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当汤姆向罗伯特·卡尔森讲述了约瑟夫对他说的话之后呢，汤姆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视频的最后呢，一个黑影就出现在了罗伯特的面前，那是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有一双没有瞳孔的眼睛，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一个外星人，紧盯着镜头。这一部纪录片一经播出来呢，就吸引了不少 UFO 迷的关注，因为在其中有不少与现实相符的细节，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包括这次的流感，包括全息影像技术。而且他们所说的削减人类计划呢，也跟共济会的人类消除计划不谋而合。当然了，这部纪录片的真实性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也有可能是为了博人眼球而混杂了一些真实的事件，然后杜撰成了一部影片嘛。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